如果说 OPPO 跟 vivo 是用工业设计的硬体接近未来，那说 Google 是透过 AI 大数据的软体来创造未来，就一点也不为过了。Google 的硬体部门 Made by Google 设计团队，在经过2代的 Pixel 手机验证之后，不止在邦尼的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确实证明以软体起家的 Google 在踏入硬体制造领域也有不错的成果。而 Google 跟 HTC 的收购合作，在邦尼的心中更是真正意义上 Google 踏入硬体制造的重要里程碑。而今天 Google 也正式的以 Team Pixel 重新打造 Google 硬体部门的产品形象，也确实令人更期待作为首款在台上市的 Pixel 3是否能够再次惊艳邦尼啦。作为第一款在台湾上市的 Pixel 手机，邦尼还是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内部盒装。除了有手机本体之外，也随附了 Type-C 接口的 Pixel USB-C 耳机。机体上除了有一个 Google 的 G logo 外，设计上也非常有巧思。透过调整线材的长度，可以自行调整最舒服的固定大小。控制界面上则可以长按黑色按钮后唤醒 Google 语音助理。除了佩戴起来相当舒适外，音质效果以随附耳机来说是前段班的表现。其他也提供包括18瓦的快速充电器、Type-C to C 传输线、3.5mm 转 Type-C 转接线材，也随附了 OTG 转接接头。透过这个接头，你可以简单的连接上旧的 iOS 装置或是 Android 手机，就可以将相片、联络资讯等等资料一键转移到 Pixel 3上。不过只支援第一次设定时才可以转换，没办法启用后再进行移转，稍微可惜。最后呢，如果你跟微信一样是品牌贴纸的搜集控，那 Google 也在包装内提供了 logo 透明贴纸，这点真的深得微信的心啊。看回手机本体，邦尼这次拿到的是 Pixel 3纯粹黑的版本，在机身设计上采用前后第5代的康宁大猩猩玻璃。不过翻到背面来看， Pixel 3在背面玻璃上再多上了混合涂层，除了在视觉上更有层次，不会让整片玻璃过于单调外，也顺势的解决玻璃机身容易留下指纹的问题。在视觉上看起来类似金属磨砂材质，不过若是伸手摸一下，会发现表面更接近类肤材质的触感，非常滑顺舒服。当然焦躁时摸一下 Pixel 3的背面也有助于舒压。机身配置部分，顶部配置了麦克风，左侧没有任何按钮，相当利落。所有的按钮则是集中在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电源以及音量按键。如果原本电源按键在下方的使用者，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底部则是拥有 Nano SIM 单卡卡槽以及 Type-C 传输接孔。不得不说，这次 Pixel 3的主体视觉设计，除了建构了非常清楚的视觉 ID 外，更顺势解决了玻璃容易脏和触感的问题。整体质感也确实相当不错，也能看到 Team Pixel 在硬体细节的努力跟巧思。萤幕部分 ，Pixel 3共有2个版本，分别是没有刘海的 Full HD 5.5寸 Pixel 3，以及有刘海的 QHD 6.3寸 Pixel 3 XL， 而邦尼手上的则是小的 Pixel 3。技术上 ，Pixel 3采用 Flexible OLED 萤幕，像素密度上则达到了443 ppi， 并且支援 HDR 显示效果。而在音效上 ，Google Pixel 3虽然搭载双前置扬声器，但在实际效果上，虽然音量够大，但音质上稍微有闷闷的感觉，并不算出色。Google 除了在台湾推出了 Pixel 3之外，大家期待已久的 Google 语音助理也正式宣布，中文版本的 Google Assistant 第一站就选在台湾。当然，随着 Pixel 3的推出， Google 也同步的引进了 Pixel 3专属的 Pixel Stand。放上去后 ，Pixel Stand 除了是一个无线充电器，可以进行10瓦的无线充电外，Pixel 3也会自动转换成语音助理模式，只要说出指定的关键字，就会依照你的情境去自动完成你设定好的工作内容。例如告诉他你准备睡了， Google 助理就会告诉你明天的天气，询问你明天几点起床。
告诉你有什么行程，接着自动播放指定的音乐，伴你入眠。如果没有要帮手机充电，你也可以让 Pixel 3静静地摆在 Pixel Stand 上 ，Pixel 3将会自动轮播你的精选相片，变成个人的数位相框。如果你跟邦尼一样是喜欢随时随地拿出手机就拍的使用者，有时候刚好轮播到某一些相片，更会在不经意间勾起你的回忆，或是出游的一切精彩时刻。在 Pixel 3上启动 Google 语音助理的方式有3种，除了可以直接透过 OK Google 启动之外，也可以长按主画面按钮，或是使用 Active Age 挤压后就可以开启语音助理。那我们就来看看实际的测试结果吧。开启相机，正在开启。提醒我明天下午1点要去看电影。提醒内容为看电影，时间是明天下午1点整。请问你想储存吗？是。好的，已储存提醒。打开相簿中有自己的照片。汤，我是驴子。明天早上6点记得叫我起床。好的，已经设好2018年10月23日早上6点整的闹钟。讲个笑话。试试这个，苹果和梨子在比赛，看谁先讲到自己名字就输了。梨子兴奋地说：“来啊！”梨子就输了。唱首歌来听。A B C D E F。你会 beatbox 吗？等你这句话很久了。这是什么歌？是5月天的《帕蒂阿尼马尔派对动物》。睡了。当然，你也可以问一些敏感的问题，像是 Hey Siri。I guess my Siri impression is working even when I'm not trying. I can also do an impression of a toaster. 在使用上 ，Google Assistant 的中文版完成度已经相当高了，除了辨识率相当不错外，也透过 Google 累积多年的庞大中文资料库，在正确性上的表现也相当优异。当然，这些功能接下来也会开放给所有支援语音助理的装置，已经可以使用的大家也欢迎留言分享哦。Google Pixel 3在规格部分搭载了 f1.8 1220万画素的单镜头模组，并且支援 Dual Pixel 相位对焦以及 OIS、EIS 光学跟电子防手震。在影像处理晶片上，则是拥有 Google 自家的 Pixel Visual Core 影像处理器，除了可以用来进行快速的影片资料运算外，利用 AI 智慧辨识以及结合 Google 相簿上的大数据资料，透过深度学习，可以随着资料库的累积跟分析，带来更强大的拍照体验。换句话说 ，Pixel 3的单镜头只是提供了天生的好体质，在真正的实力，则是以 AI 跟软体作为强力后盾。接下来帮你也找来 XS Max、Note 9进行样张的对比测试。我们一样还是从拥有天空、绿树、建筑物的样张出发。在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3只手机本身的特性相当明显，整体的调色上 Google Pixel 3还是比较讨眼球的调色风格。先看到白平衡部分， Pixel 3跟 Note 9在画面上更接近肉眼所见的画面，而 XS Max 在 Smart HDR 启动后，白平衡容易偏冷的问题依旧存在。而在 HDR 效果上，先看到前景绿树的部分，XS Max 依旧发挥了 Smart HDR 良好的动态范围效果，而 Pixel 3跟 Note 9在前景 HDR 上依旧相对保守。不过，若是看到大面积的云层部分， Pixel 3的 Super HDR 以及 XS Max 的 Smart HDR 则在伯仲之间。而若是放大到建筑物来看， Pixel 3在整体的动态范围表现则更加具有优势。拉近来看 ，XS Max HDR 所产生的细节遗失依旧存在，而 Pixel 3在细节保留上则更加优秀。而接下来这组样张依旧可以得到 Pixel 3的 Super HDR 在动态范围补偿上还是有相当强劲的表现，不论在前后景的 HDR 效果，或是暗部细节上都保留了更多细节，整体画面也更锐利。放大到后方建筑物来看，也可以得到 Pixel 3在细节保留上也相当不错。
而在变焦上 ，Pixel 3只有一颗镜头，想当然无法光学变焦。但 Google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推出了 Super Res Zoom。透过在拍摄时的轻微抖动，让镜头得以获取更多像素资讯，并且透过影像处理晶片得到效果更好的变焦相片。我们也透过实际样张带大家来看，在同样都是2倍的状况下，可以看到 Pixel 3因为采用的是原本的广角镜头进行取景，所以在画面上来得更广。而放大来看，可以看到即使是拥有双镜头的 XS Max 跟 Note 9，在细节上都还是与 Pixel 3有一段不小的差距。我们也放大到跟其他2只差不多的大小，再拍一次，可以看到，因为 Pixel 3的单组镜头天生资质就更好一点，除了在细节更好 ，HDR 效果跟饱和度也有更好的表现。而在人像模式上，邦尼也提供以下样张供大家参考。其实单镜头的 Pixel 3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人像上的调色则是以自然为主。夜拍上，因为 Pixel 3的 Night Sight 尚未正式推出，所以邦尼是采用 Google 未开放的 Beta 版本，但实际效果真的非常惊艳了，也期待在后续实际推出有更强大的表现。先来跟大家说说 Pixel 3总共有3种拍摄模式，第一种是不用等待的 HDR Plus， 以及需要手持几秒的 HDR 强化，跟第3种类似华为4秒长曝的手持夜拍 Night Sight 模式。而后2者不论你怎么大力摇晃，Pixel 3都会自动过滤失败的照片，而 Night Sight 的手持时间也不是固定的，目前测试下来应该是越暗的场景就需要手持越久。那我们就先进到样张吧。第一组样张，我们选在灯光稍微昏暗的街道拍摄。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Pixel 3的 Night Sight 可说是开挂式的存在啊！除了整体曝光更足，色彩饱和跟还原度都有相当不错的效果，明暗对比细节也更细致。接下来下一组样张，我们选择了光源更加复杂的区域，可以看到 Pixel 3在整体曝光控制跟色彩还原能力上真的相当惊艳。不过在高光控制上，则因为拉高整体曝光而有所损失，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想将高光问题获得改善，可以改用 HDR 强化模式，得到更好的画面效果。而接下来这组一样可以看到 Pixel 3在整体画面曝光更足，虽然在高光一样有所损失，但看到左下角前景的人群部分，可以看到 Pixel 3跟其他旗舰明显的差异。接下来这组基本可以得到 Pixel 3不论在画面曝光、色彩饱和度、噪点控制或是放大到前景，都可以看到 Pixel 3在细节保留上真的相当强势。而接下来几组样张则是在极端环境下 Pixel 3可以把黑夜拍成白天的黑科技。而在极度复杂的光源场景中，我们先来看 XS Max Note 9，接着再来看一般模式下的 Pixel 3， HDR 强化模式下的 Pixel 3， Night Sight 模式下的 Pixel 3。看完了 Pixel 3，也再次证明了，如果说硬体就能够创造黑科技，那我真想问 Google 大神，你到底有什么黑魔法呢？而在延伸功能上 ，Pixel 3推出了 Google Playground 的 AR 应用，并且跟 Marvel 合作，你可以将漫威中的超级英雄钢铁人、索尔、浩克邀请到家里来玩，你也可以在空地上跟他们会合，一起拍张照。而这些人物不只会有各式的情绪动作反应，仔细观察也可以看到钢铁人盔甲上会有光影变化，在真实性上相当高。而透过 Pixel 3拍摄的所有影像都可以用原尺寸或 4K 影片无上限的储存在 Google 相簿当中，供你随时随地都能存取。在自拍上，为了弥补后面只有一颗镜头不是，我是说 Pixel 3在自拍镜头上搭载了双镜头的配置，包含800万画素的 f2.2 107度广角镜头，以及 f1.8 的望远镜头。以下也提供实拍样张供大家参考。在自拍上 ，Pixel 3的风格则是更自然一些，只要轻轻在相机界面中调整到广角模式，就会自动切换到广角相机，手不用举很远，也可以让大家塞入画面当中。而看到后方高光部分，在 HDR 表现上，前镜头也有相当不错的效果。
Google Pixel 3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45处理器跟 4GB 的 RAM， 并且配置了自家的 Titan M 独立安全晶片，能够提供使用者更安全的使用环境。效能上，在AnTuTu跑分上来到了279717分，在效能结果上跟今年大多数的 S845机台差不多。更多的简易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当然更完整的测试内容一样可以在 isbony.com 看到完整的测试结果。实际体验上 ，Pixel 3也能顺畅的运行目前主流的传说对决、崩坏3等等。而在续航表现部分，Pixel 3虽然只有2915毫安时的电池配置，但在80%到20%的电力结果拿到了10小时又6分钟的成绩，在表现上确实相当不错。而如果是重度玩家 ，Pixel 3也搭载了无线充电及18瓦的快速充电，在随附的配件上就已经提供了18瓦 Type C to C 的充电组合，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回血。Google 毋庸置疑是一间透过科技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在 Pixel 3上也可以看到 Google 根深蒂固的企业 DNA。在解决方案上，相比起传统的手机厂，也有更多跳脱以往的产品思维。如果说黑科技可以感动人心，那 Google 的黑魔法应该可以颠覆世人。Google Pixel 3在外观设计上跳脱以往的整片玻璃，加入了混合涂层，不论在视觉或是触觉都能同时满足。搭载的 OLED 萤幕虽然不到顶尖，但效果也算前端版表现，足够日常使用。但搭配的 Pixel Stand 则是能让 Pixel 3的整片萤幕活起来，让冰冷科技再多点温度。而在相机上，不论是 Super Red Zoom、Super HDR 或是 Night Sight， 在实测下都已经证明 Google 发表会上那张惊人的照片是真的，也让人更好奇未来 Google 的相机究竟能够再如何进化。透过更深层的人工智慧学习，也让我们更期待用软体带来黑魔法的 Google 端出的下一代 Pixel。而如果你问邦尼 Pixel 3的价格是否会贵呢？邦尼只能说，如果 Pixel 3是一个能够让你惊艳到发出赞叹，并且对未来手机有更大想象空间的科技产品，那我想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吧。好啦，本期节目结束啦，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Pixel 3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 Pixel 3系列的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